中国新年即将到来，由于经济持续低迷，就业机会减少，许多大城市也百业萧条。曾经人来人往的商圈，如今也显得异常冷清。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，现在也面临大萧条的景象。多位北京民众讲述，现在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别提过年了，许多人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，捡饭吃都捡不到了。都说北京2000多万人，但走街上咋这么空旷呢？以前下班点国贸桥下那是人潮，现在晚高峰感觉都能跑步了。胡同里遛弯的大爷大妈好像也少了，人都去哪了？是疏解到通州雄安新区去了，还是都困在环球影城和各大写字楼里没出来？这街上的人气跟统计数字对不上啊。看一下，距离过年还有10天，春运没人，以前的车水马龙、人挤人的场景没了。今年过年我就，这是进北京的检查站，从检查站的第一个提示牌到第二个提示牌，再到检查站下面这个，我已经批准禁止放飞航母和无人机，整个北京都禁无人机和飞行器。看来国家对无人机的管控是越来越严格，是给低空让路呢，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呢？大家可以讨论一下。过去5年，北京25到40岁的年轻人减少了大约185万，这个数字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说没就没了。这还是其中一部分。2024年末，北京常住人口约2183万，其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几乎持平。与此同时，60岁以上的人口缓慢增加，也就是说，北京不再年轻，也不再增长了。今年北京这4种人啊都快哭了。第一种呢就是跑滴滴的小哥，现在啊快成了全民跑滴滴了，没钱挣。第二个呢就是原配快哭了，老三生的小孩都能上户口，一样有继承权。第三呢就是当老师的也要哭了，因为出生率啊真的是越来越低了，连铁饭碗都快保不住了。4个呢就是做财务的也快哭了，只要这个行业一进入互联网就开始打价格战。这4种人里边有你吗？真是太可惜了，这些商铺基本上全空了。咱们现在位于2环里银河售后里边，这些业主当时买的时候正贵，而且还是托关系买的。大家看我身后，就这一排铺子，像这个300万砸手里了，那边500万砸手里了，后边那些大面积那个八角800万、1000万砸手里了。而且现在大环境经济不好，楼上的写字楼基本上也空了一半了。您觉得像这种商铺以后还能盘活吗？想吃饭的活没了，你想吃苦没那么多苦了，给你吃了，只能待着了。你待着吧，你又不踏实。是吧？为什么造成这局面呢？一个是外国企业大量的都撤走了，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吗？这个外资外商企业在这儿，第一呢给你中国增加就业，第二个呢把所有的产品他利用他的家乡的关系销到他的国家去，甚至还有别的国家的这个市场上去，人家有这能力，是不是？人家多少年了，交了多少年世界朋友，你才交几个朋友啊？以往每到节假日，北京各大景区人山人海，而且还有数万名旅客滞留于西站，可如今的景象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北京的网友说，现在年底了，最近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，就连临时的活都找不到的，挣钱越来越难了。现在北京的情况是什么？就是你送个外卖去做外卖员，人家公司都要考察你的祖宗3代。还有很多人被房贷、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整个社会可说是一片哀嚎。网友说，过去北京人多，餐馆多，剩饭也多，捡剩饭可以填饱肚子，现在捡饭都捡不到了。
25年实体店的倒闭潮，最惨的竟然是理发店。当这个理发店都活不下去，你还会觉得大家的生意差只是电商造成的吗？都说理发是刚需，成本除了老板自己的工资，就是店铺的租金了。为什么偏偏这个理发店也在成片的倒闭？他一定是挣不够房租钱了，客单价低了，同行内卷，房租太高，忙活一天挣的都不够房租钱，是谁也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。北京亦庄广汽本田 4S 店倒闭了，买的终身保养现在无处保了，怎么办？倒闭了，38万，180天，6个月，1分5胜。没干餐饮之前，觉得自己是条龙，干了餐饮之后，才发现自己是条虫。这38万让我买了个经验，买了个教训，也让我认清了现实。别让沉没成本拖垮你，及时止损也是对自己负责。真是完蛋啊！一家不慎，全军覆没。跟随我的镜头还看一下，现在也就前面还剩几户还在坚守着。之前这边的商铺一铺难求，很多客户找关系，为了抢购这个购房名额。现在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全部都倒闭了，非常惨淡。之前这条街有做餐饮、水果，还有卖衣服的，现在全部都倒闭了，几万方，90%的铺子全部处于空置，房东免租期给到了1年都租不出去。你说现在商业空了这么多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万达现在怎么个情况？假期按理说都是商场的旺季，现在来吃个饭都感觉没什么选择了，太难了。坚持最久的应该是这个鸡翅包饭，一般假期应该商场人挺多的，这个实体经济可怎么办？连餐饮都倒闭完了，感觉整个商场顾客还没工作人员多，大家现在都去哪消费呢？还是说都不消费了？2025年全年倒闭的企业大概是1500万 ，Q1 到 Q4 呢分别是430万、480万、523万和70万，这些都是正常注销的，还不包括那些强制注销了和破产清算的。你们知道什么企业的倒闭率最高吗？餐饮300万家，理发美发38万，这2个行业是断档式的存在，剩下的都是什么房地产啊、建筑啊。不过房地产、建筑这种公司倒闭一家都是那种龙头企业，都是很大的企业了。餐饮我能理解，理发美发这么高是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大概率还是在出租房里一个人过年了。你们都期待过年吗？我真的是越来越不期待了。跟父母断了联系已经有快2年了，我也快有2年没有跟父母一起过年了。人到中年，任何的社交都已经断了，老家也没有任何的亲属来往。曾被誉为东方明珠的1线城市上海，如今也撑不住了。房价一跌再跌，工作越来越难找，商铺门可罗雀，不少上海人发现自己的日子正在一天天的变紧。找工作难，做生意也不容易。上海很多地方出现关店潮，不管是大型商场还是街边小店都在关门。这个就是上海的机场啊，你看人没有几个，你看这门面都关门了啊，你看这经济革门了，你看这机场现在还是中午吧，这门面全都关门的，寥寥几个人。
现在上海的情况真的很反常吗？它已经不是几年前认识的魔都了，而且今年各行各业都难到了骨子里，工作呢是越来越难找，薪资呀是一降再降，6000块的岗位都挤满了985和海归。以前超级热闹的中欧街夜市、商圈市集全凉了。我认识的那些在淮海路、南京路上卖衣服的小姐姐的店全倒闭了，都收拾行李回老家了。多少老板把房产、车子全抵押了，还是撑不下去，被迫关门。失业的人是一抓一大把，可每个月房租、房贷、日常开销一样都没有少，压的人是真的喘不过气儿。马上快过年了，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了。今天早上我刷到2个大超市，就是很多的供应商在那里啊，把自己的货拉过去，老板已经跑路了。今天我又捡到了这个广告，就是我们旁边的一个超市，就是前年他是5月份装修好的，我是7月份重新装修了一下，结果他是换了第2任老板接过去，你看一下，没几个月倒闭了，最后几天全部传4折，你看一下，全部的东西全部都是特价把它处理掉了。完蛋了，全都倒闭了，一家都不剩，全军覆没。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。旧沿街的几户商户还在坚守，曾经的四川北路地铁口的商场真的是一铺难求，没想到现在闹得如此凄惨，几万方的商业70-80%都空着，生意如此惨淡。果然是被马云说中了啊！金价涨得越高，金店倒闭的越多。谁能想到啊，金价涨价，反而这些卖黄金的倒闭了呢？今年大面积的品牌金店倒闭了，也是冲上了新闻的热搜。其实啊，他们倒闭无非就2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是他们柜子里面摆的那些黄金首饰啊，以前在进货的时候可能是在300多、400多，现在已经涨到1000多了。他们完全可以套现离场，还做什么生意啊？分分钟几百个 W 到手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现在的进货价太高，普通老百姓呢是根本消费不起的。一些品牌金店的黄金现在1克的零售价达到了1500-1600了。去年别人结婚刚需还能买一点，今年这个价格谁还买得起呢？那你们来说一下，接下来的黄金是涨还是跌呢？上海一位餐饮店老板发视频说，中午饭点1个客人都没有。还有理发店老板也叹气，说营业额连续几天不到100块，这是他10多年开店以来最差的时候。房价、就业、消费3座大山压下来，有上海人发问，现在是全民负债，这到底是谁的责任？老板成了老赖，百姓都是负债，工作只剩下送外卖、跑快递，挣的钱总比花的少。那些坐办公室喝茶的官员根本不懂老百姓的苦，他们不知道钱早就流向了那些本就不缺钱的人，留给普通人的只剩下一地鸡毛。汽车圈爆了个大雷，曾经华东最大、全国排前20的豪车经销商保利德彻底凉透了。总部人去楼空，门店大门封条贴满，创始人成了失信被执行人，留下几百个车主前车两空，几百个员工欠薪断社保，还有一屁股近70亿的债。滴滴要倒闭了，兄弟们，这几天真的没有单子，跑得很累的。哎呀，跑什么平台都没有单呀。昨天我跑了在线18个小时吧，才跑了850块钱，你说拉垮不拉垮？像昨天我那种跑法的话，至少也得5000以上。餐饮店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难。昨天是周六啊，我们在虹桥那边一个商场，吃饭的时间是6点钟左右，6点钟左右应该属于高峰期。我们从4楼开始逛啊，4楼、5楼、6楼，那些餐饮店几乎没啥人。以往在我的印象当中，那种大商场里面，周末的话呢，应该吃饭都是排队的。年景这么差，年终奖你们还有的发吗？行业里有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，2025年变动很大，裁了很多老人。他也没办法，行业下行，公司嘛是出来做生意的，又不是慈善机构，裁员嘛大家都干的。最近听说，即便是留下来的员工，年终绩效也没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